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王喜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构造节理和非构造节理的特征，这节课我们学习节理的分期与配套。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一个地区可能经历过多次构造运动，每一次构造运动都有着它自己的应力作用的方式和方向，并由此产生了一定方向、一定力学性质的节理组以及一定组合形式的节理系。而且，早期构造运动中形成的节理，在后期构造运动的构造应力场的作用下，会发生力学性质的改造和结痂，所以有必要对一个地区发育的所有节理按其形成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构造应力场进行分期和配套，以便从时间上、空间上、力学成因上研究一个地区节理的形成发育历史和分布产出规律，为研究一个地区的构造发展史及恢复古构造应力场提供一定的依据。首先，我们学习节理的分期。节理分期就是将一个地区不同构造时期、不同构造应力场所形成的节理进行筛分，把同一构造期和同一构造应力场所形成的节理组合在一起，即从时间尺度上对一定地区的所有节理进行分类，划分出先后序次，确定其长幼关系，以便从时间、空间和形成力学上研究一个地区节理的发育史和分布产出规律，探讨该地区的构造变形史。根据节理组的交切关系，节理的分期主要依据两个方面：第一，根据节理组的交切关系；第二，节理与有关各期次地质体的关系。根据节理组的交切关系进行分期，节理组的交切关系主要包括错开、限制、互切、追踪和改造几个方面。第一，错开是指后期形成的节理常切断前期的节理，错断线两侧标志点对应错开，即被错开者早于错开者。如图5-25中，早期节理1、2组被后期节理3组错开。第二，限制是指一组节理延伸到另一组节理前突然终止的现象，一组节理被限制在另一组节理之间或其一侧，使得被限制者不能切穿通过，则限制者为先期节理，被限制者为后期节理。如图5-26中，3、4组节理是被限制的节理组，形成时间较晚；1、2组为限制节理，形成时间较早。这里要特别注意，错开与限制的区别主要为错开表现为一系列标志点的对应错开，而限制则为对应点错开。第三，互切指两组互相交切或切错的节理，且两组节理相互切错的方向又遵循力学分析原理，服从统一的构造应力场，则说明两组节理是同时形成的，两者呈共轭的关系。见图5-27所示即为这种情况。第四，追踪、利用和改造指后期形成的节理有时利用早期节理，沿早期节理追踪或对早期节理改造，使一些晚期节理常比早期节理更加明显、更加完整。如图5-28所示的锯齿状横张节理。在野外工作中，节理的交切关系错综复杂，应尽可能辅以其他依据综合分析和研究。还可以根据节理与有关各期次地质体的关系进行分期。在野外进行节理分期时，还可利用间接标志，如岩脉、岩墙、
间接判断节理形成的顺序。岩性结构不同的岩脉、岩墙的交切关系，常清楚地显示出节理的先后顺序。如一组有岩脉重叠的节理被一组无岩脉重叠的节理切错，则前者先形成；又如一组节理被侵入体所截，另一组节理切过该侵入体，可知后者节理形成时间晚于前者节理。如图5-29，这是西北某地以岩体中发育了3套节理，一套为同心圆状节理，主要发育于岩体的中部；另一套为共轭剪节理，主要发育于内部边缘部位。这2套节理均被另一套穿切岩体和围岩的南北向节理所切，从而利用岩体较准确地确定出3套节理的先后顺序。在节理的分期中应注意以下2点：第一，节理的分期不仅要依据节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本身的特征，还要结合地质背景，结合节理所在的构造进行。第二，节理的分期主要应在野外进行，在野外观测的基础上及时进行统计分析，有时甚至还需要把统计分析的结果再带到野外进行检验。其次，我们学习节理的配套。节理配套是将在一定构造期的统一应力场中形成的各组节理组合成一定系列，即是从亲缘关系上对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节理进行组合。换句话说，就是要去鉴别哪些不同方向的节理或节理组是否是形成于同一构造时期，并且是否是形成于同一构造应力场的作用。显然，一个地区至少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具有亲缘关系的节理系。节理的配套主要依据共轭节理的组合关系，并辅以节理发育的总体特征及其与有关构造的关系来确定统一应力场中形成的各组节理。先学习构造共轭节理的组合关系，进行节理的配套。第一，由于同期形成的2组共轭剪节理具有统一的剪切滑动关系，并常留下滑动的痕迹和标志，因此可以利用剪节理面上的擦痕、节理、羽裂及派生章节理等所显示的剪切滑动方向来确定其共轭关系。其中由于羽裂现象最为常见和可靠。图5-30的2对共轭剪节理的羽裂指示的动向反映σ1的方位为近南北向 P1 及东西向 P2。第二，利用剪节理的尾端变化确定其共轭关系。2组剪节理的折尾或菱形接环所交的锐角等分线，在一般情况下即为σ1之所在。图5-31表明σ1方位大致为北北东到南南西。第三，利用2组剪节理相互切断错开的对应关系确定其共轭关系。图5-32中的σ1的方位大致为北东东南西西。还可以根据节理发育的总体地质特征判断节理的配套。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地段上要进行节理配套工作，可以根据节理的展布范围、间距大小、岩石的远近、穿透性的强弱、延伸方向与岩层铲状以及局部构造的变化关系等，至少可以区分出区域性节理与某地段构造有关的局部性节理。最后，节理的分期与配套注意事项。第一，节理的分期与配套工作必须在野外同时进行，但必须遵循先配套再分期的原则。第二，节理的分期与配套必须要依据节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本身的特征，
而且应结合地质背景进行，结合研究地区构造变形的起次及其相应的构造应力场特征，还要考虑节里所存在的地质构造和地质体的构造特征。第三，在野外测量、统计、分析而得出的节理配套和分析的结果，应把统计分析的结论带至野外实践中检验，若有不符之处，需及时修正，再次分析。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课讲解编制和分析节理玫瑰花图，同学们再见。